公元前260年，在长平之战中，白起坑杀了40万赵军，致使赵军全军覆没，国内空虚。白起乘胜追击，亲率大军进攻赵国的都城邯郸，准备一举攻灭赵国。本期视频，我们就一起走进邯郸之战。白起准备亲率大军进攻邯郸，赵国上下还顾不得从家家带孝的悲痛中走出来，更大的恐惧就又来了。如果要是让杀神白起攻破了邯郸城，后果想想都不寒而栗。可此时赵国想靠战争来保卫邯郸，恐怕是没有希望。在韩赵两国的紧急磋商下，决定派遣使者携带重金奔赴秦国，去游说秦国的丞相范睢。果然，范睢被赵国的使者说服，他接受了赵国的好处。更重要的是，他也意识到不能让白起继续攻打邯郸。一方面，他嫉妒白起，长平之战中白起的功劳就够大，如果再让他攻下邯郸，那么白起的地位就会威胁到自己。另一方面，白起是前丞相魏冉提拔起来，于是他就以秦军过于疲劳，需要休整为由，劝说秦王答应韩赵两国的议和条件。合约的内容是，韩国割让原雍之地，赵国割让6座城池给秦国。就这样，秦国退兵了。在前线战场的白起听闻三国已达成和解，异常气愤。他知道一定是范睢所为，两人的矛盾就愈发的加深了。合约达成了，战争也结束了。可等到赵国要交割城池给秦国的时候，却突然变卦了。原来赵国的大臣于青对赵孝成王说，如果赵国把这6座城池割让给秦国，那么势必会让秦国变得更加强大，秦国越来越强，而赵国越来越弱，那么秦国迟早会灭了赵国。倒不如把这6座城池给到齐国，联合齐国一起来抗秦。赵孝成王听后也觉得有道理，就派于青去齐国商讨合纵抗秦的计划。此时魏国的使者刚好也来到赵国，赵国就借机与魏国也订立了盟约，联合魏国合纵抗秦。同时，赵国将灵丘封给楚国的相国春申君黄歇，与楚国交好，然后再派人去拉拢韩国和燕国。至此，以赵国为首的合纵抗秦联盟就此形成。除了外交斡旋，赵国还在国内积极发展生产，筹备粮草，重整军备，做好与秦国抗争的准备。再来看秦国这边，秦昭襄王见赵国不但不把合约中谈好的6座城池交给秦国，还联合其他诸侯国一起来对付秦国，不由得勃然大怒。公元前259年10月，秦昭襄王任命武大夫王陵为主将，率领秦军攻伐赵国，直取赵国的都城邯郸。邯郸之战就此爆发，赵国大将廉颇率领赵军顽强抵抗。但刚在几个月前的长平之战中，赵国的青壮年基本都被白起给坑杀完了，赵国兵力严重不足。赵国的相国平原君赵胜散尽家财招募士卒，还将妻妾也都编入队伍中，鼓励军民共赴国难。就这样，在赵国军民的同仇敌忾保卫下，王陵率领的秦军一直打到第2年，伤亡了数万人，仍不能取胜。秦昭襄王就让白起去接替王陵，但白起称病推辞，秦王只能让王和去接替王陵。王和到了战场后，秦国继续增兵围攻邯郸，结果死伤近半，仍不能攻下。范睢又举荐他的好朋友郑安平为将，率领5万精兵，携带大量的粮草辎重，支援王和，加强对邯郸的进攻。秦军的攻伐遇到阻力，赵国这边也不轻松。邯郸城内的粮食已经耗尽，赵国军民都苦苦支撑，赵孝成王只能向魏国和楚国求援。公元前258年，平原君赵胜奉命出使楚国，临行前他要挑选20名文武双全的门客跟他一起去，但左挑右选，只能选出19个人。此时，一个叫毛遂的人主动请缨跟随。平原君觉得这个人在他门下都3年了，他都没什么印象，说明他肯定是没什么出众的能力，于是就不肯带他去。毛遂就说，我不过今天才请求进到囊中罢了，要是我早就处在囊中的话，就会像锥子那样，整个锋芒都会露出来，而不仅是尖梢露出来而已。平原君想，反正现在也正是用人之际，就带着他吧。他们来到楚国，向楚考烈王讲述合纵抗秦的利害关系。
从日出一直谈到日中，楚考烈王还是犹豫不决。于是毛遂就拔剑向前，走到楚考烈王的跟前说：“现在楚国的土地方圆5000里，持戟的士卒有上百万，这可是能成就霸王地位的根基呀！楚国这么强大，天下谁能够抵挡？而白起不过就是一个小小的庶子罢了，他只率领了数万秦军进攻楚国。第一战拿下郾城和郢都，第二战烧掉了楚国先王的夷陵，第三战侮辱了大王的祖先，这可是世世代代的仇恨啊！就连我们赵国都感到羞辱，而大王就不知道羞耻吗？所以合纵抗秦这件事是为了楚国，并不只是为了赵国呀。最后楚考烈王羞愧难当，答应出兵10万救援赵国，这就是毛遂自荐的故事。楚国搞定了，魏国之前就已经答应要出兵了。魏王已经任命晋鄙为主将，率领10万魏军赶来救援赵国。可是这10万人却怎么也等不来。原来秦昭襄王在得知魏国要救援赵国的消息后，就派人威胁魏安西王说，所有诸侯中，如果有人胆敢去救援赵国，那么赵国战败后，我下一个攻打的就是救援赵国的诸侯国。魏安西王一听就害怕，他连忙命令晋鄙将大军停留在邺，按兵不动，先观望，再来决定是否支援。而平原君赵胜却并不知道有这回事，还不停地给魏国的信陵君写信催促。信陵君也很着急。信陵君魏无忌是魏安西王的弟弟，以谦恭仁爱而闻名天下，是战国4公子之一。同时，平原君赵胜还是信陵君和魏王的亲姐夫。赵国一旦战败，邯郸城被攻破，姐姐也会很危险。所以，无论从家国社稷，还是从亲情的角度出发，他都应该去救援赵国。只可惜他的哥哥魏王不同意。他先是发动了一批人，反复的给魏王进言，但魏王不仅不为所动，还派人去赵国劝说赵王说，要不然你就尊秦王为帝，以换取秦国的退兵吧。信陵君见此情形，知道已多说无益，便打算率领自己手下的门客赴赵死难。这时，他身边的一个谋士侯嬴给他献了一个计策，他让信陵君去求魏安西王的宠妃如姬，让他想办法把兵符从魏王那里偷出来给到信陵君。信陵君曾经替如姬报过杀父之仇，如姬一直感念他的恩情，所以如姬就答应了，帮他把兵符偷出来。然后侯嬴又推荐了一名大力士，名叫朱亥，陪同信陵君一起前往晋鄙的大营接管兵权。晋鄙核验了兵符后，仍然怀疑信陵君拿到的兵符有问题，不肯交出兵权。朱亥趁晋鄙不备，用藏在衣袖中的40斤大铁锤当场击杀了他，信陵君这才接管了兵权。随后，他挑选出8万精兵，奔赴邯郸。这就是窃符救赵的故事。信陵君魏无忌率领的魏军到达邯郸不久，春申君黄歇率领的楚军也就赶到了。此时，加上赵国的平原君赵胜，战国4公子有3位都齐聚邯郸了。而双方战场的局势也悄然间发生了逆转。赵、楚、魏联军对阵秦军，不仅在人数上占据了优势，在人才上也不输秦国。双方开战后，秦军节节败退，死伤惨重。黄河只能率领秦军撤回到河东汾城。白起知道后不由得感慨，当初秦王不听我的计谋，结果怎么样呢？又急又气的秦昭襄王再次派范睢去请白起。白起知道没有战胜的希望，还是以病情加重为由不肯出战。秦昭襄王震怒，下令将白起降职为普通士兵，先驱到阴密。白起则称病重无法行动，秦王也就允许他可以暂时留在咸阳。黄河率领秦军在汾城休整了2个多月。韩赵魏再次组成联军逼近汾城，企图切断秦军的补给线。不料黄河却抢先进攻联军，斩首6000。联军向南逃跑，黄河一直追到黄河边，联军又有2万人淹死在了黄河里。另一支赵军则趁黄河东进的时候攻下汾城，黄河只能为师保卫。随后又跟从张唐攻下了赵国的新中城。公元前256年，韩魏楚联军进攻新中城，黄河和张唐被迫撤退。乐胜、庆社则带领赵军攻破了留守在赵国信梁城、郑安平的秦军，郑安平被迫带领2万秦军投降。
至此，邯郸之围被解，秦军战败。接到战败的消息，秦昭襄王火冒三丈，把责任推给了白起，命令他立即启程离开咸阳。范睢又趁机鼓舞，给秦昭襄王进谗言，说白起心怀不满，口出怨言，背后说大王的坏话。于是白起才走出咸阳西门10里。到达杜游的时候，秦昭襄王自来宝剑，让白起自裁。就这样，一代杀神、战国4大名将之一的白起自杀而死。这场战役也极大地消耗了秦国的实力，造成秦军接近20万人的伤亡，推迟了秦国统一6国的步伐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观看，下期再见。